公元前2世纪的长安，宫墙深锁着皇权的威严，也藏着一个史官的绝境与微光。当腐刑的耻辱像烙铁般烫在他身上时，没有人能料到，这个曾站在朝堂上为李陵直言的书生，会以血泪为墨，以苦难为砚，在竹简上刻下一部跨越3000年的华夏史诗。他叫司马迁，他不是天生的史学之父，而是从命运的废墟里站起来，用残破身躯扛起历史重量的精神行者。2000年后，当我们指尖拂过史记泛黄的纸页，仍能触到那个炽热的灵魂。他笔下的项羽还在乌江饮恨，孔子仍在陈蔡绝粮处弦歌不辍，而他自己人如著书的身影，早已和这些故事融在一起，成为中华文明里永不熄灭的火种。司马迁生于西汉景帝年间，关于他的出生地，史料留有2种说法，一说为左冯邑下阳，今陕西韩城，一说为龙门，今山西河津。无论哪一处，都地处黄河岸边，既有山河的雄浑气象，也沉淀着上古的历史记忆。而他的家族更是一部与记录和使命紧密相连的谱系。8始祖司马错是战国秦惠文王时的名将，以力主伐蜀，平定西南的战功载入史册。6始祖司马晋追随武安君白起，亲历战国末年的铁血征战。高祖司马昌在秦始皇时掌管全国铁官，见证帝国经济的运转。曾祖司马无泽打理汉初长安4事，深谙市井民生。祖父司马喜虽仅获5大夫的爵位，却延续了家族崇文尚学的传统。到了父亲司马谈这一代，这份使命有了更具体的承载。司马谈早年以耕牧为业，却从未丢弃家族的治学传统，最终凭借深厚学识出任太史令。这个职位承续着周代史官掌天文、历法、记事的核心职能，既要推算节气，记录祥瑞灾异，也要保管国家档案，参与祭祀礼仪。更重要的是，司马谈并非只会按章办事的官吏，他撰写的《论6家要旨》是中国最早系统梳理学术流派的文献之一。文中对阴阳家、儒家既指出局限，又肯定价值，更推崇道家，却不否认其他学派可取之处，尽显取各家之长，弃各家之短的包容思维。这种思维像一粒种子种进司马迁心中，日后他在史记中以儒家视角称赞孔子，以道家理念肯定汉初治世，借法家观点分析商鞅变法，又批判其弊端，正是对父亲思想的继承与发扬。当司马谈将遗世载道，以史建制的责任托付给儿子时，他传递的早已不是光宗耀祖的期许，而是一份超越个人荣辱、关乎文明传承的重托。在这样的家学熏陶下，司马迁的童年与少年始终围绕着读书与求知展开。他自幼受父亲教导，早早踏上学习古文的道路，10岁时便开始诵习古文典籍，为《尚书》《左传》等经典的研读打下了基础。那份对文字与历史的敏感，远超同龄孩童。命运的转折发生在公元前127年，汉武帝下令修建自己的陵墓茂陵，并迁徙天下豪强，名士聚居于此。司马谈也带着家人从故乡迁至茂陵。此时约19岁的司马迁迎来了求学路上的重要机遇，他得以拜入2位大儒门下，一位是精通公羊春秋的董仲舒，另一位是擅长古文尚书的孔安国。董仲舒以大一统、天人感应解读春秋，让司马迁领悟到历史不仅是事件的堆砌，更蕴含着评判是非、指引治道的微言大义。孔安国则注重对古文尚书的训诂考据，教他从文字的源流、文献的真伪中探寻历史的本貌。
这2位老师如同为司马迁打开了2扇窗，一扇让他看见历史的宏大意义，一扇让他学会考证的严谨方法。他兼采2家之长，既摒弃了公羊学过度附会祥瑞的神秘倾向，也避免了古文经学只重训诂不问世事的局限，为日后撰写史记打下了兼具广度与深度的学术基础。当学术的根基在名师教导下愈发坚实，司马谈深知真正的史学修养不能只藏于书斋，要理解历史的温度与厚度，必须亲自走向历史发生的土地。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即位之初，司马谈凭借深厚学识出任太史令，随后带着司马迁迁居长安。司马谈深知纸上之史终浅，亲察治之方深，便向儿子建议，去亲至历史发生之地，方能懂其温度，辨其真伪。于是在司马迁20岁这年，他告别父亲，从长安出发，背着行囊踏上了一场横跨大半个中国的壮游。这场旅程不是文人墨客的闲情漫游，而是一位未来史学家为触摸历史而进行的实地勘察。他的脚步首先迈向南方楚地，经南阳，渡长江，汨罗江的水波先映入眼帘。站在江畔，秋风卷起江面的芦苇，司马迁仿佛看见2000多年前屈原怀石投江的决绝背影。他不仅是来凭吊这位爱国诗人，更蹲下身倾听当地渔民传唱的楚辞民谣，比对《离骚》《九歌》的不同版本，甚至记录下楚地4区避以兰草，投纵于江的习俗。这些细节后来都化作屈原《贾生列传》里的鲜活文字。离开汨罗江，他顺湘江而上，直奔零陵郡的九嶷山，这是传说中舜帝的葬身之地。在这里，他跟着当地巫祝参与祀舜仪式，看巫者身披雨衣起舞，用竹筒盛酒献祭，听老人讲述舜帝南巡教化蛮夷的民间故事。这些带着楚地浪漫与神秘色彩的素材，最终融入武帝本纪中舜崩于苍梧，葬于江南九嶷的记载，让上古帝王的形象不再是冰冷的文字，而有了地域文化的温热之感。在楚地的日子里，他还搜集了庄周蒲水垂钓巨楚象，项羽少年时学书不成，转而学剑的译文。这些带着楚人性情中狂放不羁克制的故事，后来让老子《韩非列传》里的庄子多了几分洒脱，让项羽本纪里的霸王添了几分少年意气。司马迁用脚步丈量楚地，本质上是在记录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底色，打破了此前史书只以中原为中心的叙事局限。离开楚地，司马迁的旅程转向东南。他从湘南辗转至湘西，沿沅江顺流而下，东渡大江后登上庐山。站在庐山之巅，俯瞰奔腾的江水，他想起大禹输九江的传说，便沿着江边的古栈道徒步考察，辨认哪些河道是天然形成，哪些是人工开凿，甚至向当地船工询问下禹治水时留下的石痕。这些实地勘察的结果，让下本纪中禹输九江、通九道的记载有了地理实证的支撑。此后，他继续向东南行进，攀爬会稽山，探寻传说中大禹会诸侯、祭公祭的山穴，在吴县游览姑苏台。当年春申君黄歇营造的宫室虽已残破，但残存的住处、砖瓦仍能让人想见昔日的繁华。他细致描摹这些遗迹的模样，为《春申君列传》中春申君相楚8年为楚东喜都于寿春的记载补充了实物佐证。渡江北上后，司马迁的脚步踏入了秦汉风云的核心地带淮阴。这里是韩信的故乡，他去市集上与老人们聊天，听他们讲韩信少年时在河边钓鱼、漂母赠饭的故事，看胯下之辱发生地的那片老街坊，
甚至比对时间线，确认民间传说与官方史料的吻合之处。正是这样的细致考证，才有了淮阴侯烈传里淮阴图中少年汝信，信孰视之，免出库下的经典细节。孰视之三个字，不是凭空想象，而是来自父老口中韩信当时盯着少年看了半晌，才弯腰钻过胯下的真实描述。离开淮阴，他沿泗水北上，抵达曲阜与临淄，齐鲁大地的儒学气息扑面而来。在曲阜，他走进孔子故宅，抚摸着堂前的祖斗等祭祀礼器，翻阅鲁国史官留存的春秋竹简抄本。这种沉浸式的体验，让他在孔子世家中写下孔子不一，传10余世，学者宗之时，笔尖带着对先贤的真切敬意。在临淄，他走访稷下学宫的旧址，听当地人讲述孟子、荀子在此讲学的往事。这些经历让他对百家争鸣的时代有了更直观的认知。从齐鲁向西返程的路并不顺遂，在薛城与彭城一带，他曾因盘缠耗尽陷入穷困，甚至不得不靠帮人抄书换取食宿。但即便如此，他也没停下记录的笔。路过沛县，他去寻访刘邦早年当亭长时的居所，听街坊讲刘邦醉斩白蛇的传说。到丰县，他向县里询问萧何、曹参早年的任职经历。经砀县，他实地勘察楚汉相争时的古战场。在砀县的古战场上，他特意寻找当年刘邦隐于芒砀山时的遗迹，听当地老人讲述山中有云气，常现天子星的民间传说。但他并未盲从这一带有谶纬色彩的说法，而是结合秦楚之际月表中刘邦此时兵力不足1000人，常遭秦军围剿的史实，在高祖本纪中客观记录高祖隐于芒砀山泽间，吕后与人俱求，常得之，既保留民间记忆，有暗含对帝王祥瑞说法的理性审视。这种既尊重传说又考辨史实的态度，正是他壮游中实证思维的典型体现，也让史记中的历史既有民间温度，又不失史家的严谨。这些看似零散的细节，后来都成了史记中接地气的素材。最后，他来到大梁，站在仪门遗址前，这里曾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关键地点。他特意丈量仪门的宽度与高度，确认其魏都东门的地理方位，再对照魏公子列传中侯生为信陵君谋划窃符的记载，验证从仪门在侯生入军营的路线是否可行。这种地理核查、文献比对、口述采访的3重考证法，力求每一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。历经数年，司马迁终于回到长安。这场壮游，他走过了大半个中国，足迹从楚地的汨罗江延伸到齐鲁的曲阜，从东南的会稽山抵达北方的大梁。他带回的不仅是满满几箱竹简记录的传说与史料，更是一种实证史学的思维。他用脚步纠正了文献中的误差，用耳朵捕捉了历史的温度，用眼睛验证了故事的真伪。这种亲执其地、亲闻其说的治学方法，比19世纪西方兰克学派提倡的实证主义史学早了整整2000年，也为日后史记其文直、其适合的实录品格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。壮游归来的司马迁更迎来了人生的新起点。约公元前122年，他通过选拔被封为郎中，踏入汉宫，成为皇帝侍从。这一职位实则是西汉官僚体系中接触核心政务的重要起点。据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记载，郎官需协助整理各地上报的数据。这份工作让司马迁得以接触到全国的人口户籍、赋税收支、物产分布等一手行政数据。他看着竹简上汉兴以来关中户口减损30%，
陇西郡年输粮100万担仍不足军需的记录，再结合壮游时所见齐鲁之地荒田连片、流民乞食的景象，心中渐渐勾勒出汉初接秦之弊、才溃民困的真实图景。这些数据后来都成为《史记平准书》中丈夫从军旅、老弱转粮饷的坚实依据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有机会亲历军国大事。公元前121年，汉武帝命霍去病出击匈奴，司马迁以郎中身份随驾前往甘泉宫，参与记录军事会议。在公帐中，他听霍去病陈述作战计划，也目睹会后汉武帝因军马损耗10余万而紧锁的眉头。他跟着官员核查战利品清单，听归来的士兵讲述斩获囚徒王、收降匈奴数万人的战场细节。这些近距离观察到的战争全貌，让他摆脱了史书上大胜大捷的笼统记载，得以在魏将军骠骑列传中记写霍去病封狼居胥的赫赫战功，也暗含对穷兵黩武导致民生凋敝的隐忧。正是这段亲历政务、见证军政的历练，让司马迁跳出了书斋学者的局限，学会从国家治理实践的视角审视历史。他不再只关注事件本身，更会思考一场战争如何影响赋税，一项政策如何改变民生。这种思维转变为《史记》注入了远超同时期史书的深度与现实关怀。凭借这份细致与洞察力，他逐渐赢得汉武帝的赏识。这份信任很快有了具体托付。公元前111年，汉武帝为巩固西南边疆，下令平定西南夷，持义侯仪麾下的郭昌、魏广率军攻破居兰，斩首数万后摄臧柯郡，夜郎国闻讯归附，西路军则诛杀穷军、则侯，迫使冉芒等部落请降。汉朝顺势设立越西、沈黎等4郡。此时的司马迁因此前在郎官任上的出色表现，被汉武帝任命为监军，前往西南负责设郡治吏、安抚移民。这既是行政任务，更是一次深入边疆的历史考察。他的行程从南夷臧柯郡开始，沿着夜郎古道深入腹地，看当地移民的习俗，再经8郡、蜀郡进入西夷，记录下冉芒部落依山而居、垒石为室的建筑特色，以及越西郡产铜、移民以铜铸器交易的经济状况。他不仅忙着划定郡县边界、登记部落人口，更留心搜集庄敲入滇称王、秦开5尺道通西南的古老传说，甚至绘制了简易的西南地理图。这些带着边疆烟火气的见闻，后来都化作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中的详实记载，让中原人第一次清晰了解到西南的族群分布与历史脉络。而司马迁正是打通中原与西南历史叙事的第一人。西南出使的使命刚圆满完成，一场关乎传承的相遇便在洛阳匆匆上演。公元前110年，汉武帝正筹备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，这是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最高仪式，象征着受命于天、天下太平的正统性。司马谈本应作为太史令随行记录，却在途中突患重病，只能滞留洛阳。恰逢司马迁从西南归来，听闻父亲病危的消息，他策马疾驰赶往洛阳，终于在病榻前见到了气息奄奄的父亲。这场诀别没有寻常父子的家常絮语，只有司马谈用尽力气托付的史官使命。他握着司马迁的手，眼中满是遗憾与期盼。孔子修春秋，振兴王道，至今仍是学者典范。可自鲁哀公或麒麟以来400余年，诸侯兼并，史书散绝。如今汉朝一统，明主贤君辈出，我身为太史令却未能记录，实在是荒废文献，愧对先祖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愈发恳切：我死之后，
你一定要继承太史之职，完成这部史书。这不是为了光宗耀祖，而是要像孔子做春秋那样，为汉家大一统立言，为后世留信史。司马迁望着父亲枯瘦的面容，泪水浸湿了衣襟。他重重叩首，以性命起誓，而定当不负父命，整理天下旧闻，绝不让历史断绝。司马谈去世后，司马迁强忍悲痛赶赴泰山，以郎中身份代父参与封禅大典的记录。大典结束后，他又随汉武帝沿海北上，经碣石，巡辽西，抵九原，一路记录边疆的地理风貌与军政状况。这既是完成朝廷差事，也是在践行对父亲的承诺。每多走一处，多记一笔，都是在为未来的史书积累素材。2年后，即公元前108年，约38岁的司马迁正式接任太史令，终于站上了父亲曾坚守的岗位。这个职位给了他接触国家藏书的便利，而他面对的并非杂乱的典籍，而是3类支撑《史记》叙事的核心史料，其一为先秦史官档案，如周代周书、秦国秦记。他曾依据秦记纠正《左传》中战国纪年的偏差，在六国年表中清晰梳理出周元王至秦2世的列国脉络。其二为汉代官方文书，小到郡国上报的记书，如平准书中铁骑苦厄，强令民买的民生抱怨，大到皇帝诏令，如高祖本纪引用的高帝求贤诏、军事奏报，如魏将军骠骑列传中霍去病战功的原始记录，他都一一核对。其三为皇家天文日志，天官书里秦始皇时彗星4件、长敬天的记载，便源自太史令属代代相传的观测记录。更难得的是，他不满足于照抄档案，而是反复考议辨伪。比如面对上书中姚禅顺的不同版本，他比对皇家藏本，剔除后人添加的谶伪之言，只为还原历史本真。与此同时，他还发现秦代沿用的颛顼历存在严重误差、硕会越见、贤望不准的情况时常发生，既影响农业播种，也扰乱祭祀时序。于是他上书汉武帝建议改历，最终在公元前104年获准主持这项工作。他联合历算家邓平、天文学家唐都，一边查阅上古历书，一边亲自观测天象。天官书中太初元年，岁星在戊女，居玄武宿的记载，便是他深夜观星的实测结果。最终制定的太初历，不仅以正月为岁首，更确立19年7闰的精准之闰法，与现代天文数据的误差微乎其微。更重要的是，太初历的颁行成了司马迁修史的重要时间坐标。他虽未完全以太初元年为绝对断线，但整体遵循对前代历史究其忠实，对汉代历史相太初之前、略太初之后的原则。如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的最后一栏定格在太初元年，封禅书也以这一年西伐大渊、蝗灾四起的时事为重要节点。这种以历法元年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，既让《史记》的时间脉络更清晰，也践行了家族传承的治史初心。太初历的颁行，不仅为《史记》提供了精准的时间坐标，更深刻影响了司马迁对历史节奏的认知。在此之前，秦代颛顼历以10月为岁首，与农业生产的春种秋收节奏脱节，导致民间历法与官方纪年混乱。而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，将历法与节气、农时精准对应。这种顺应自然规律的调整，让司马迁更加坚信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秩序。正如历法需贴合天道，历史也需遵循治乱循环、兴衰有常的规律。这种认知后来融入《史记》的叙事逻辑，如12诸侯年表以共和行政为界划分历史阶段，
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以太初元年为限梳理诸侯变迁，均体现了以清晰时间节点把握历史脉络的思维。这一切的源头，正是他主持改历过程中对天道与人事关系的深刻体悟。完成太初历的那一刻，司马迁站在太史令署的窗前，望着长安的宫阙，愈发清晰地感受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有多沉重。此时汉兴已100年，大一统的帝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，记录这段历史，承接孔子春秋的使命，仿佛正顺着血脉涌来。于是在公元前104年，他铺开竹简，提起毛笔，正式开始撰写这部注定照耀千古的史学巨著《史记》。就在《史记》的创作刚刚铺展脉络时，命运却骤然将司马迁推向了生死边缘。公元前99年，汉武帝派军征伐匈奴，名将李广之孙李陵主动请缨，愿率5000步兵深入匈奴腹地。他的目标很明确，以偏师牵制匈奴主力，为二师将军李广利率领的汉军主力创造战机。起初，李陵军捷报频传，在郡基山与匈奴数万大军周旋，斩杀敌兵数千人。可随着匈奴援军不断集结，李陵的步兵逐渐陷入重围，粮草耗尽，箭矢告罄，而后援却迟迟未到。最终，这支孤军全军溃败，李陵在绝境中选择投降匈奴。消息传回长安，汉武帝震怒不已，朝堂上瞬间掀起声讨浪潮。那些此前还为李陵出兵告捷举杯庆贺的王侯公卿，此刻纷纷见风使舵，争相谴责李陵叛国投敌。这场看似一致的批判背后，实则藏着复杂的政治暗流。李陵的祖父李广晚年因出击匈奴迷路自杀，其父李敢更因击伤卫青而被霍去病射杀。李家予以卫青，霍去病为代表的卫氏外戚集团早已积怨颇深。而此次出征，汉武帝本就有意让宠妃李夫人之兄李广利立功封侯，才任命他为主帅。李陵战败投降，恰好成了卫氏集团及其支持者打压李氏军功世家，抬高李广利的契机。据《汉书·公孙贺传》，公孙贺时任丞相，其家族与卫氏深度绑定。李陵战败后，公孙贺等人率先发难，实则暗含派系倾轧的意图。就在满朝文武皆随声附和时，汉武帝问起司马迁的看法。彼时的司马迁与李陵并无深交，却深知战场的残酷与李陵平日的国士之风。他不愿见一位孤军奋战的将领落得众口一词唾骂的结局，更不愿让政治博弈掩盖战场真相。于是他挺直身躯，在一片沉默中直言，李陵率5000步兵对抗匈奴数万大军，杀敌过当，虽败犹荣。他推测李陵投降或许是权宜之计，大概率是想等待时机重返汉朝。可这番客观的话却正好戳中了汉武帝的痛处。在汉武帝看来，司马迁为李陵辩解，就是在暗中讽刺李广利率领的主力部队战绩平庸，更是在挑战自己的决策权威。汉武帝在盛怒之下，下令把司马迁关进了大牢。司马迁后来在《报任安书》里回忆当时的心情，满是无奈。他本想宽慰君主，说清事实，却因为不懂朝堂权谋的凶险，最终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。在牢里的司马迁面临着汉代法律规定的残酷选择。根据《汉书·刑法志》，巫王主上示重罪，应当判处腰斩。而死刑有2种减免方式，一种是缴纳50万钱赎罪，可这对家境清贫的司马迁来说，无疑是个天文数字；另一种是接受腐刑，也就是宫刑，这是一种用永久性的生理与社会性毁灭
来代替肉体死亡的刑罚。对士大夫而言，正如古话说的“垢莫大于宫刑”，这种刑罚比死还要残酷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回忆起当时的挣扎：我整天愁肠久转，待在家里就恍惚若有所失，出门后又不知该往哪里去。每当想到这种耻辱，冷汗就一定会把后背的衣服浸湿。就在绝望快要吞噬他时，那些刻在记忆里的先人事迹突然浮现。周文王被商纣王拘禁于羑里，却推演出周易。孔子周游列国，处处碰壁，困于陈蔡仍著述春秋。屈原被流放江南，却以离骚抒发忧国忧民之情。左丘明双目失明，仍写下国语传承历史。孙膑遭受膑刑，却凭兵法彰显智慧。这些在绝境中以痛苦为墨，以坚守为笔的灵魂，像一束曙光穿透了牢狱的黑暗。他终于明白，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。若为保全尊严而死，固然痛快，却对不起父亲临终的嘱托，对不起那些还未被记录的历史。若忍辱活下去，哪怕承受世间最极致的羞辱，只要能完成史记，这份生命便有了超越肉体的重量。经过无数次撕心裂肺的挣扎，司马迁最终做出了抉择，接受腐刑。他不是贪生怕死，而是以舍弃尊严为代价，换取完成使命的机会。从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刻起，他的生命便不再属于自己，而是属于那部尚未成型却注定要照亮千古的史记。公元前96年，汉武帝改元大赦，年近50的司马迁终于走出了阴冷的牢狱。但自由并未带来解脱，他被任命为中书令，这个需以患者身份在内廷侍奉的职位，像一道无形的烙印，时刻提醒着他所承受的屈辱。曾经的壮志豪情早已在牢狱与酷刑中被碾碎，面对朝堂上的权力博弈，宫廷里的虚伪应酬，他只剩下满心的冷漠与疏离。可唯有一件事始终像火种般在他心中燃烧，那部未完成的史记，那份对父亲的承诺。从出狱的那天起，司马迁便将自己彻底埋进了竹简与笔墨的世界。他不再关心朝堂得失，也不再在意世人眼光，白天在宫中交付差事，夜晚便回到简陋的居所，借着微弱的灯光整理史料。案头堆着的有早年壮游时记录的民间异闻，有人太史令时抄录的皇家档案，还有改历期间观测的天文数据。他像一位精密的工匠，将零散的素材反复打磨串联，为每一个历史人物勾勒轮廓，为每一场历史事件梳理脉络。写项羽本纪时，他会想起楚地百姓口中霸王举鼎的传说，让力能刚鼎的鲜活细节与官方记载的巨鹿之战相互印证。写孔子世家时，他会翻出当年在曲阜抄录的春秋竹简，让孔子围编三绝的治学场景跃然纸上。每一个字，每一句话，都浸透着他的血泪，对历史真相的敬畏，对人间正义的执着，对命运不公的抗争，全都化作竹简上的墨迹，凝结成跨越千年的力量。历经3年日夜劳作，公元前93年，约53岁的司马迁终于完成了这部耗尽毕生心血的巨著。这部原称《太史公书》的典籍，直到唐代修绥书时才被正式命名为《史记》，全书130篇，526500余字，以本纪、世家、列传、表、书5种体例，搭建起一座庞大而精密的历史宫殿。本纪以编年为纲，记录帝王言行政绩，串联起历史发展的主线；表用清晰的表格梳理事细史事，让复杂的历史脉络一目了然；书则专门记述礼乐、天文、兵律
合取等制度变迁，为后世留存了古代社会运行的细节。而最具突破性的，当属世家与列传。世家并非只记王侯封国，司马迁将无爵位却影响深远的孔子列入孔子世家，以文化影响力重构历史地位，将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写入陈涉世家，更是对底层力量推动历史变革的肯定。那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呐喊，既是陈胜的心声，也是司马迁对历史动力的深刻洞察。列传则打破了为帝王将相的叙事局限，刺客、游侠、商人、卜者皆能入传。刺客列传里荆轲封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，游侠列传里郭谢镇人不善，先从贫贱士的侠义，或知列传里范蠡与石竹而不责于人的商业智慧，共同构成了天下之人的生存图景。这部巨著的价值远不止于记录历史，在史学上，它开创了纪传体通史的先河，为中国历史学确立了独立地位；在文学上，它更是史传文学的巅峰。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个性化对话，用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的紧张交锋刻画人物性格。刺客列传里荆轲刺秦前有所带，以其改悔的细节描写，让历史事件充满戏剧张力。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的对比叙事，通过刘邦好酒极色与项羽力能刚鼎的性格反差，入关后约法三章与屠咸阳的政策差异，揭示楚汉相争的胜负关键。这种文学笔法深刻影响了后世。韩愈文以载道的主张吸收了其文辞与史诗结合的特点，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细节描写亦可见其痕迹，难怪鲁迅会誉之为史家之绝唱，无韵之离骚。更难得的是，司马迁把史家精神融进了每一处记载的细节里。在伯夷列传中，他直面伯夷坚守道义，却饿死在首阳山，道之作恶多端，反倒长寿善终的现实，大胆质疑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的传统说法，跳出了儒家天人感应的思想束缚。在库里列传里，他既批判张汤玩弄智谋，压制他人的残暴行径，也客观记录了张汤依据儒家经典审理案件，推动礼法结合的作用，真正做到了不夸大优点，不隐瞒过错的实录精神。在匈奴列传、大渊列传等篇章中，他系统记载了匈奴、西域等边疆民族的历史，尊重南越人梳锥形发髻，随意伸腿而坐，东越人剪断头发，在身上刺花纹的文化传统。他以华夏与边疆民族本为一体的视野，打破了汉代尊崇中原、轻视异族的局限，为大一统国家的历史书写树立了典范。完成《史记》后，司马迁的人生逐渐归于沉寂，史料中关于他的记载寥寥无几。根据现代学者考证推测，约公元前86年，在汉武帝末年至汉昭帝初年的某个冬日，这位伟大的史学家悄然离世。他深知书中部分内容，如将项羽列入本纪，批评汉武帝敬鬼神之祀，与官方议事形态相悖，故在太史公自序中留下藏之名山，附在京师的嘱托，既为保护史料，也为等待能读懂他的后世圣人君子。西汉时期，史记的传播范围并不算广，直到汉宣帝在位时，司马迁的外孙杨运将史记副本进献给朝廷，这部著作才逐渐在士大夫阶层流传开来，被更多人知晓。杨运献书的背后，还藏着一段与史记精神相契合的故事。他从小就诵读外祖父所著的太史公书，深受书中如实记载史实，不回避权贵过错精神的影响。在汉宣帝时期，杨运因敢于直言进谏，得罪了权贵，被贬为普通百姓，
却始终没放弃传播《史记》的想法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：外祖父这部书记录了天下的治乱兴衰，便明了世间的是非曲直，并非为了个人私利，而是要给天下后人当作借鉴。还说即便我遭贬谪，也愿意把这部书公之于世，以继承外祖父的志向。最终他通过时任丞相的父亲杨敞，将《史记》副本呈给了汉宣帝。宣帝读过后，虽然对书中批评汉武帝的内容有些不满，但也认可他见识广博，对治国理政有帮助的价值，允许《史记》在士大夫之间传阅。这一过程不仅是《史记》从私人收藏走向公开传播的关键转折，更印证了它跨越时代、打动人心的精神力量。即便历经政治风波，依然能凭借对真理的坚守获得认可。不过，正因《史记》如实记载，不引过错的特质，早期对他的评价一直充满争议。刘向、刘歆认可他文辞耿直，既是详实，班固却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批评他对是非的判断与圣人主张颇有偏差。直到魏晋时期，陈寿撰写《三国志》时效仿《史记》的纪传体，裴松之为《三国志》作注时又大量引用《史记》的史料，《史记》作为正史典范的地位才最终确立。而这份争议本身恰恰证明了他诚一家之言的独立性，他从不是权力的附庸，而是能穿越时空传递真理的声音。当我们试图为司马迁的一生作结时，会发现任何单一的标签都难以概括他的厚重。他是太史令，却超越了记录史实的职责边界；他是行于之人，却在耻辱的废墟上筑起了精神的圣殿；他是文人，却用竹简刻写出比刀剑更能穿透时光的力量。司马迁的伟大，恰在于他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身份融于一体，在个人命运的极致苦难与人类文明的极致成就之间，他架起了一座永恒的桥梁，让后世每一次回望，都能从中汲取直面困境的勇气。司马迁史学思想的跨越千年影响，首先源于他开创性的史学方法论。在《史记》之前，中国的历史书写或如春秋般是编年体的简略大事记，或如国语战国策般是国别体的正式汇编，始终未能跳出王侯将相专属史的框架。而司马迁首创的纪传体，以人物为核心，重构历史叙事，上至帝王将相，下至刺客游侠、商人卜者，皆能在史书中拥有一席之地。这种打破阶层壁垒的历史书写尝试，在2000多年前的世界史学界堪称石破天惊。更难得的是，他还构建了多重证据法的雏形，整理时事金匮中的皇家档案以正史，走访历史遗迹以验史，采集民间口述传说以补史，让历史既有文献的严谨，又有生活的温度。其次，司马迁用一生践行了史学独立精神。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写下的究天人之际、通古今之变、成一家之言，不仅是他的治史目标，更是对史家使命的重新定义。史家不应是权力的附庸，不能为了迎合帝王而屈避，也不应是经典的传声筒，不能为了固守教条而盲从。正因如此，他在《封禅书》中暗讽汉武帝沉迷求仙问道的荒唐，在《酷吏列传》中揭露严刑峻法下的民生疾苦，在《霍之列传》中肯定商人的社会价值，打破重农抑商的官方定论。即便东汉班固批评他是非颇妙于圣人，也不得不承认他善叙事理，辩而不华。而这份妙于圣人的勇气，恰恰让《史记》摆脱了儒家教条的束缚，成为一部有血有肉、有批判、有思考的活史，而非冰冷的史料堆砌。更深刻的是，司马迁重新定义了苦难与创造的关系。
他在《报任安书》中列举的文王居而演周易，仲尼厄而作春秋，屈原放逐乃赋离骚，并非简单的苦难成就英雄的鸡汤，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哲学。苦难本身没有价值，真正有价值的是人类面对苦难时的超越与转化。腐刑没有让司马迁沉沦，反而让他跳出了士大夫追求仕途的常规路径，以更悲悯的视角审视历史。他写项羽的乌江自刎，不再是简单的失败者记录，而是对英雄尊严的深刻共情。他写李广的南风，不再是单纯的仕途坎坷，而是对命运不公的深切感慨。这种将个人痛苦升华为对人类命运的思考，将一己耻辱转化为对历史正义的追求的能力，构成了他伟大的核心。与此同时，司马迁还以《史记》为载体，塑造了历史意识与民族精神。孔子主张述而不作，而司马迁则是述而又作。他不仅记录历史事件，更通过叙事赋予历史以精神内核。《史记》中的那些经典片段，项羽破釜沉舟的决绝，韩信胯下之辱的隐忍，蔺相如完璧归赵的智慧，荆轲易水悲歌的悲壮，早已超越了历史故事的范畴，成为融入我们文化基因的伦理范式，教诲我们在成败中保持尊严，在逆境中坚守信念，在冲突中寻求智慧。它不仅是一部史书，更是一部塑造民族品格的精神教科书。当我们把司马迁置于世界闻名的宏大坐标系中，其光辉愈发璀璨。与他几乎同时代，西方的罗马有李维在撰写颂扬罗马伟大的建成以来史，有普鲁塔克在创作以道德训诫为主的希腊罗马名人传，有塔西佗在记录罗马帝国的专制与腐败。司马迁的《史记》则独树一帜，其纪传体例的开创性，其记载时空的广阔性，其对底层社会与边疆民族的关注，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，以及将个人悲剧升华为不朽事业的生命事件，都使其成为世界古典史学史上一位无与伦比的巨人。他不仅是中国的司马迁，更是世界的司马迁。当西方的李维在颂扬罗马的伟大，塔西佗在记录帝国的专制时，东方的司马迁已经完成了一部不仅记载权力，更关怀人性、包容文明、批判不公的巨著。在这种对比中，《史记》所蕴含的时政精神、人文关怀和历史批判性，使其成为世界古典文明史中一座独一无二的丰碑。今天我们重读司马迁，早已不只是回顾一位古代史家的生平，更是在寻找应对当下困境的智慧。在信息爆炸却意义匮乏的时代，他提醒我们，历史不是冰冷的数据堆砌，而是对人类处境的深刻理解。在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时代，他展示了一种跨学科综合视野，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天文、地理在《史记》中融会贯通，成为理解文明的整体钥匙。在容易流于浮躁、浅尝辄止的时代，他示范了如何通过痛苦的内省与长期的坚守，达到精神的超越。司马迁最终的去向已成历史之谜，但他用一生写下的答案却清晰可见。人的肉体可以被摧残，但思想永远自由；生命的长度有限，但精神的影响可以永恒。在《太史公自序》里，司马迁曾这样追问：从周公去世500年后，出了个孔子，孔子去世到现在也差不多500年了，如今有没有人能继承清明盛世的文脉，接着续写春秋那样的史书呢？这责任莫非该落在我身上？莫非真该落在我身上？这既是对接续道统的担当，也是对自我使命的确认。这份舍我其谁的勇气，正是中华文明能够绵延不绝的精神密码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
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早已成为一座永远挖掘不尽的精神富矿。每当我们面对不易想要沉默时，会想起他为李陵直言的勇气；每当我们遭遇困境想要放弃时，会想起他忍辱著书的坚持；每当我们困惑于历史有何用时，会想起他通古今之变的智慧。这就是司马迁不朽的意义，他留给我们的不仅是一部记录历史的典籍，更是一种活法。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追求无限的价值？如何在个体的苦难中承担群体的使命？如何在当下的迷茫中连接过去的智慧与未来的希望？历史的车轮永远向前，但司马迁用生命点燃的那只火把从未熄灭。它照亮着人类追求真理与尊严的道路，也让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回望那个在长安陋室中笔耕不辍的史官时，依然能感受到跨越时空的震撼。这份震撼无关完美，只关乎完整。他用自己全部的生命，连同那些难以言说的痛苦、刻骨铭心的耻辱，以及从未动摇的坚守，一步步践行着心中的理想，最终在历史长河里立起了一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。历史从未远去，它在声音中回荡。我是深入历史，我们下期再见。